确定妻子出轨的那天，我同意分房睡。3个月后，我掌握了足够证据，再次走进妻子的房间。我刚进来，她立马关掉手机，转身背对着我。累了，要睡觉。我坐在床边，咱们谈谈。没什么好谈的，不就是为那点事儿吗？我允许你到外面找，我就是不想你碰我。听着他不耐烦的语气，我平静开口：我到外面找，你存在的必要是什么？你是在经济上替我分担压力了，还是在情绪上给我提供价值了？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操办，我到外面找，还要你干嘛？何颖转身瞪着我：你什么意思？离婚。他坐起来：邓明亮，就因为我不让你碰，你要跟我离婚？你说我不能分担经济压力，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孩子是谁生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我盯着他：生孩子警告这种事，不应该找孩子的生父吗？我是吗？邓明亮，你王八蛋！何颖拿枕头砸向我：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何颖，咱们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你认为没有一点证据，我会给你造谣，往自己头上扣绿帽子吗？好，那你拿证据，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同意离婚。我把亲子鉴定报告摔他脸上，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何颖开灯，看着亲子鉴定报告：邓明亮，你竟然背着我跟孩子做亲子鉴定，你就这么不信任我？我瞥他一眼：你去洗把脸，冷静冷静，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我认为你现在说的不是人话。你对我没一点信任，这日子确实没过下去的必要。何颖怒气冲冲地开始收拾东西。10几分钟后，他摔门离开。这种事并不少见，以前不管因为什么爆发争吵，他都会离家出走，可能1天，也可能2、3天才回来，一切联系方式拉黑，情绪化到让人崩溃。为了维持这个家，我做事小心翼翼，就怕有什么事惹他不高兴。就连夫妻间的那点事，也是忍了再忍。但今天他出门的那一刻，我先把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找他不存在的，就看他是先回来协议离婚，还是我起诉离婚的法院传票先到他手里了。在他离开后不久，我把孩子叫醒。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但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看他怎么都不顺眼。我不可能继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去养一个陌生人的种。我尽量克制情绪，给孩子编了一个理由，连夜把他送去他姥姥家。岳母询问：明亮，明天孩子还上学，你大半夜的把孩子送过来干嘛？我一句话没说，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扔下。今夜何颖的娘家应该不会平静。第二天一早，我刚起来，何颖已经在厨房忙碌。结婚7年，第一次见她下厨。当她把早餐端上餐桌，显然这绝不是她第一次做饭，就是不知道以前在谁面前展露厨艺了。看上去色香味俱全。她坐在餐桌旁等，却没等来我落座。洗漱之后，我将离婚协议放到餐桌上，她抓住我的手：老公，你就不问问我昨晚去哪了？我只在乎我爱人的去向，你不是。她开始流泪，无声的哭，看上去确实有几分楚楚可怜。以前我吃这套，现在内心毫无波澜。非离不可吗？是。老公，昨天我去我妈那儿了，我半夜回去，我爸只是怀疑，咱们闹矛盾都差点犯病，要是他知道我离婚，身体会受不了的。和我有关系吗？你怎么这么冷血？看着还在我面前演的何颖，我直接撕开他的谎言：你没发现孩子没在家吗？昨天我把孩子送你妈那了，你没看到他吗？何颖表情一僵：我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但我爸身体不好是事实，他不能受刺激，这才没敢半夜回家。他有些埋怨的道：你也知道他身体不好，怎么能在半夜把孩子送过去？我看着他，说话之前先过脑子，出轨的是你，是你出轨才有我把孩子送过去这件事，你才是造成你爸受刺激的元凶。怎么？难道你出轨时认为你爸能接受？我没出轨，你不能冤枉我。何颖哭得更凶：冤没冤枉你自己清楚，给你3天时间考虑，如果你不同意协议离婚，我会起诉。还有，你今天就收拾收拾搬出去，看到你恶心。我不顾何颖的哭泣，起身离开。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崔书杰，海归硕士，星宇传媒集团策划部总监，给我戴绿帽的男人，今天我要和他碰碰。狗男女都不应该在这场战役中幸免。想见这位大忙人需要预约，我让前台联系崔书杰，只提了我的名字，他便同意见面。崔书杰的办公室装修的极尽奢华，落地窗外是城市最繁华的景色。他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一副成功人士的做派。我看着他，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他和何颖在一起的画面，心里冷笑一声：需要我进行自我介绍吗？谁要不知道文耀文化集团有一位传奇运营总监邓明亮，就不配在这个圈子混。崔书杰伸手：邓总监，我希望你这次是来谈合作的。我没伸手，感受到我的来意了吗？崔书杰尴尬一笑，收回手。凭邓总监的身份地位，肯定也不缺女人，有必要吗？那让我玩玩你媳妇。崔书杰脸一沉，他靠在椅背上，找有夫之妇不道德，我认。他眯眼看着我，但犯法吗？邓总监在圈子内业务能力有目共睹，你是这个？他朝我竖起大拇指。不过在夫妻这件事上，你是这个？他小拇指朝下。何颖跟我学了很多本事，他有没有在你身上试试？是不是很想打我？可惜啊，我和你媳妇在一起不犯法，但打人犯法。崔书杰勾起嘴角，他没笑出声，可这种无声的挑衅和嘲弄显然更让人愤怒。只可惜他没有在我脸上捕捉到愤怒。我平静地取出 U 盘，推到他身前，先看看，我相信你会换一种态度跟我说话。我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敢来就不是来自取其辱的。我是在3个月前的一次商业峰会上见到的崔书杰，当时就感觉他和我儿子很像，越看越像，那种直觉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之后我便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定。当看到结果的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但我没有声张，而是利用这3个多月的时间做了大量调查。我已经详细掌握崔书杰的资料。崔书杰和何颖是高中同学，后来去海外读书。崔书杰回国后入赘离家，成为豪门赘婿。星宇传媒集团的千金李小燕是崔书杰的妻子，而他不止和何颖保持不正当关系，U盘中就是证据，其中一些拍摄角度完美，清晰记录下崔书杰出轨的全部过程。崔书杰脸色越来越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李总要是看到这些视频，你说他会是什么反应？崔书杰擦了擦额头的汗，邓哥，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确实不是人，但何颖也绝非什么好东西，是他主动联系我，咱们都是男人，你应该明白，一个女人投怀送抱是很难拒绝的。既然都是男人，那你不明白被戴绿帽子是什么感受吗？崔书杰脸色更难看，他明白，因为他崔书杰是入赘的，根本管不住李小燕。李小燕养的男人并不少，但现实就这么残酷，身份地位不对等。李小燕可以在外面玩，他不能。或许他们夫妻之间有约定，各玩各的，但我手里有了视频，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只要曝光这些视频，打的是李小燕的脸，他就必须做出反应。崔书杰显然是明白这点的。邓哥，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肯定补偿。我看了看茶杯，他急忙起身倒水，双手递过来，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最近看霸总小说看的不少，虽然我不是霸总，但也想试试让人跪在脚下的感觉。崔书杰面色难看，可还是缓缓跪下。他跪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能看到他眼中的屈辱和不甘，但我没有丝毫心软。我左右开弓，连续抽了崔书杰几个嘴巴。崔总监，我打人犯法吗？崔书杰陪着笑脸，别人打我犯法，邓哥能打我，那是看得起我，会说话，再赏你几个。崔书杰不敢躲，硬挨几个嘴巴，脸上已经红肿起来。接下来谈谈正事，我查了何颖的银行流水，这些年他林林总总给你转账106万，对得上吧？崔书杰黑着脸，对得上，利息不多要，凑个整，给我120万，有问题吗？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崔书杰回答得很痛快。多长时间到账？3天，最多3天，真乖，都舍不得抽你了。我说着又给了他几个嘴巴，这才起身向外走。邓哥，视频我回头看你表现。崔书杰脸色难看，但也只能目送我离开。走出星宇传媒大楼，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该拿回来的我一样都不会少。离开崔书杰这边，我赶往公司上班。该生的气，在我发现儿子不是我的那天就已经生完了。现在要做的是把利益损失拿回来，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回来。何颖注定要成为过去式，只是我没想到，当天下班后，何颖还在家里。不止她在，我爸妈还有他爸妈都在。两家的老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桌上摆着2瓶好酒。何颖的双眼微红，看来哭了很久。明亮，就等你了。何颖快步走向我，想帮我把外套脱了。我嫌弃地避开他，看来是他把双方父母叫到了一起。对于接下来的事，我有些好奇，我倒要看看他把双方父母叫到一起要做什么。我过去跟双方父母打了招呼落座，何颖快步过来，在我身旁坐下，他夹起一段溜肥肠放到我碗里。这是你最爱吃的，尝尝。我直接连着碗扔到地上，瓷碗碎裂的声音让气氛瞬间凝重。我爸瞪着我，没完了。何颖急忙开口，爸，是我的错，不怪明亮，都是我的错。他一边说一边抹泪，跟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明亮，小颖把事都跟我们说了。我妈看着我继续说道，这事不怪小颖，爸妈也理解你心里不痛快，可小颖是受害者，你是她男人，更应该包容她。受害者？我诧异地看了何颖一眼，我有点糊涂，你们能说说他说了什么吗？我妈看了看何颖，小颖，你还没告诉明亮吗？我何颖看了看我，随后低头，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也怕说了他不信。放心吧，我和你爸知道你是好孩子。我妈安慰他2句，这件事你不好意思开口，我来说吧。明亮，孩子确实不是你的，但这件事也不是小颖有意的。在和你结婚那一年，他的同学都来参加婚礼，事后他又和同学聚在一起，结果有个畜生趁机灌他酒，小颖是酒后被侵犯的。小颖和你刚结婚，她不敢面对这件事，更不敢告诉你，谁也没想到会怀上对方的孩子。我妈开口的时候脸色并不好看，显然她也不愿意接受这件事。她继续道，谁都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小颖当时不敢告诉你，也可以理解。我沉着脸盯着何颖，她躲闪着我的目光，何颖的眼泪更凶。明亮，真的对不起，可我当时真的太害怕，怕跟你说了你要和我离婚。我冷冷发问，那个畜生是谁？双方父母也都看向何颖。我再次开口，我有权知道那个伤害你的畜生是谁，如果可以，我想凭借现在的能力制裁他。岳母急忙开口，小颖，明亮现在人脉挺广的，你告诉明亮，说不定明亮真能帮你出这口恶气。我何颖结结巴巴，哭的声音越来越大。你不肯说，是想保护他吗？明亮，你怎么说话呢？我爸一拍桌子，小颖不愿意回忆那段过去，可以理解的。我妈急忙解围，咱们先吃饭，等小颖愿意说的时候再说。我没说话，默默取出手机给崔书杰打去电话，来我家一趟，不用我告诉你地址吧？何颖还想演，等崔书杰来了，我看他怎么收场。不是喜欢把双方父母叫到一起耍花招吗？那就让他的爸妈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见我打了电话，沉默吃饭，我爸只是扫我一眼，他也不想说话。岳父岳母偶尔看看我，想张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何颖不知道我给谁打的电话，低着头也不怎么吃，就是掉泪装可怜。只有我妈负责调节气氛，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半个多小时后，门开了，崔书杰走进来后愣在那里，他看着我脸上尽是尴尬，因为紧张他忘了按门铃。
直接打开了密码锁。邓哥，这是朋友从武夷山那边带来的大红袍，给你带了点尝尝。他急忙找话题，顺势把拎的烟酒茶叶放下，坐。我拉开一把椅子，崔书杰只敢坐1/4，背绷得很直。双方父母不知道这是谁。何影的脸色已经有些不自然，他的手微微发抖。他拉了拉我，老公，这谁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他开口同时不断朝我使眼色，他怕了，怕在双方父母面前被拆穿。我根本不给他机会，开口直接发问。崔总监，何影说在我们结婚那年，你趁他酒后侵犯他，有这事吗？伴随着我的问题，现场气氛瞬间凝固了。崔书杰脸上见了汗，他看着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却见他悄悄拿出手机，快速给我编辑一条短信。邓哥，我是该说事实他勾引我，还是帮你们挽回关系，认下侵犯这个罪名？做事留痕，崔书杰显然很谨慎，贸然承认，如果被录像，说不定就真要进去。他怕我给他挖坑，但我手上有视频，他拿捏不准我的意思，又怕回答的不满意，导致视频到他老婆手里。我没回答，只是把手机放在何影面前。你说他该怎么回答？要不你们先商量商量，这场戏怎么演？何影抹掉眼泪，强装镇定。明亮，这件事咱们晚点说，爸妈都在，先吃饭行吗？崔总监，你说我是找不到媳妇，还是非他不行？我看着崔书杰，如实说就行。崔书杰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当年在你们结婚之前，是何影找到我，想来一场结婚前的放纵，是他主动勾引我。后来你们婚后，他说想寻求刺激，又找过。够了！何影突然尖叫，他掀翻桌子，碗碟碎了一地。为什么这么逼我？邓明亮，你为什么这么逼我？我爸妈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我爸身体不好，你是不是诚心要气死他？我擦去刚才溅在身上的油污，瞥了崔书杰一眼。崔总监，你说你会调教女人，抽她2个嘴巴，让她清醒清醒。啪啪，2个大嘴巴下去，世界短暂清静了2秒，接着更热闹。岳父和岳母冲向崔书杰，3个人扭打在一起。何影哭喊着：“别打了，别打了！”几人分开后，岳父看了何影一眼，他哆嗦着抬手就给他个嘴巴。丢人现眼的东西！抽了何影个嘴巴，他转身就走，脚步踉跄，显然气得不轻。岳母看了看何影，叹了口气，急忙追上去。我看向不断抹泪抽泣的何影，现在收拾你的东西，滚蛋！邓明亮，你够狠，我恨你！何影咬牙切齿，那双眼瞪得滚圆，见我连理他的打算都没有，用力擦了擦泪去收拾东西。邓哥，我能走了吗？来都来了，把厨房收拾干净再走。崔书杰化身保洁，蹲在地上收拾残局。何影收拾好行李出来，看到崔书杰趴在地上擦地板，目光复杂的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砰！他用力把门摔上，彻底离开。10几分钟后，家里只剩下我和爸妈。我妈在那不断骂何影，刚才有多理解他，现在就有多想弄死他。他翻来覆去的说着这些年何影的种种不是，越说越气。我爸看着我，能撑住不？我故作轻松，要不给我点钱，安慰安慰我。真能撑住？肯定不痛快，但也不至于寻死觅活。爸妈又安慰了我几句，叮嘱我好好吃饭，好好休息，这才离开。不过刚过去半小时，我爸又打来电话，声音急切：出事了，你岳父送医院。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岳父已经被送进急救室，岳母和何影不断哭，我妈在2人身边安慰。大约2个多小时，手术结束，情况不太好，命保住了，但什么时候能醒不确定，大概率植物人。何影不断尖叫，大声诅咒，说我是罪魁祸首，引来护士多次警告。我懒得搭理他，帮忙安排好住院的一切事宜，又和父母一起离开。隔天，我让律师把离婚协议送去医院，听律师说何影的状态有些不正常，当着律师的面把离婚协议撕了，还大骂了一通。3天后，崔书杰联系我，他说何影去找他了，何影逼他离婚，他想寻求我的帮助，让我劝劝何影。他说可以再出一笔钱，让我先稳住何影，暂时不要和何影离婚。他说完后我就挂了电话，帮他。我正在考虑我手里的视频在李小燕那值多少钱。又过了3天，我在公司楼下看到岳母，几天时间不见，她看上去苍老了很多，这段时间肯定没怎么休息，双眼布满血丝，头发也白了不少。明亮，一定要和小影离婚吗？不然呢？留着她给我多戴几顶帽子。明亮，你说话太噎人了。小影确实错了，但现在人心浮躁，出轨率很高，很多夫妻都还在一起。我看着他，我给你分析一下，那些凑合过日子的夫妻，大部分都有共同的孩子，他们当中的受害者是为了孩子维持一个完整的家，虽然还在一起，但早已离心离德。我好像不用考虑这个因素，你说呢？明亮，你是看着孩子长大的，你爸妈也那么喜欢他，你们真就舍得？阿姨，我确实爱孩子，但自从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一天，我看他怎么都不顺眼。血缘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舍得，我爸妈也舍得。一句阿姨叫得他脸色更难看。明亮，你也知道小影的收入，孩子各种辅导班，他根本养不起。你岳父什么时候醒还不确定，我那点退休金维持医院的花销后所剩无几，真离婚了，你让小影怎么办？我反问，我该关心他的死活吗？说到养孩子，你转告何影，这些年我在孩子身上投入的钱，他必须一分不差的还回来。清单我已经列好，零头就不要了，68万1分都不能少。岳母脸色难看，声音冷了很多。明亮，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这样做太绝情了。如果你们真要离婚，我这个当妈的不可能看着你让小影净身出户。你说小影出轨，不能凭你一面之词，要拿出实打实的证据，你拿不出来，就算到了法院，也不可能判小影净身出户。阿姨，我让你欣赏一段视频。我打开手机，将一段视频播放。岳母急忙别过头去，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耳根都红了。这证据够清楚吗？3个月前我发现问题后，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这种视频还有不少，还要看吗？岳母灰头土脸的离开。第2天何颖来了，她终于明白崔书杰为什么那么怕我。我同意离婚，并且净身出户，但我有个条件，你手里的视频给我一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想用这样的视频去威胁崔书杰，承担你以后的生活费用？抱歉，我这个人比较讲信用，不会做这种事。邓明亮，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不是？以前我希望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现在我希望你是世界上最惨的女人。邓明亮，你别以为没了你我过不下去，就算没有视频，只要孩子在，崔书杰就必须给我钱。至于离婚，你慢慢起诉去吧。何颖愤然离开，门被他摔得震天响。看着他的背影，我感觉有必要再去做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一直都在我的考虑中，这是一把双刃剑。但接下来何颖肯定闹，与其因为他大闹搞得我被动，不如主动出击。我再次前往星宇传媒集团，但这次要见的不是崔书杰，而是李小燕。李小燕得知我掌握着崔书杰的秘密，让人把我带到办公室。我早就知道李小燕，一直没见过真人，见到她本人的时候，确实有些佩服崔书杰。哪怕高定的衣服也很难弥补他身材的不足。不过这个人气场很强，他坐在那里不怒自威。他看着我，你掌握了书杰的秘密，想换什么？只是不想让李总被蒙在鼓里。我虽然是一家公司的运营总监，但和李小燕相比根本不够看。我手里的视频在崔书杰那能换来利益，可在李小燕这未必。如果触怒了这位黎家的千金，就是自毁前程。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份视频能毁了崔书杰就够了。开口之后，我把 U 盘递过去，这些秘密会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全凭李总定夺。李小燕面不改色地扫了视频内容一眼。崔书杰和你有仇？女主角是我妻子。李小燕关掉视频。你想要什么补偿？这件事错的是崔书杰，我已经让他付出经济代价。文耀文化集团运营总监邓明亮，对吧？不敢当。李小燕笑了笑。最近我会和你们集团谈一个项目，你当对接人，能在其中捞到什么好处，看你的本事。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简单寒暄2句，我告辞离开。李小燕在我离开后，迫不及待地打开视频，她不断快进，她把水杯砸在地上。邓明亮，你个王八蛋！这些视频的顺序是经过我特殊排列的。李小燕看到的第一个视频是在她家，崔书杰把何颖带到了她家，而现在李小燕翻看到的视频中，她作为女主角出现了。男主角不是崔书杰。李小燕这种庞大的家族未必会因为崔书杰出轨就做什么，他家看重的是利益，有可能只是警告崔书杰。但对于掌握视频的我，他肯定心存不满。只要视频在，为了避免视频爆雷，就必须慢慢弱化崔书杰的作用。当他可以舍弃崔书杰的那一刻，也极有可能对我展开报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天有眼，他也乱来。恰好这3个月内把人带到了家里，我不想用这样的视频换利益。只要李小燕不对我构成威胁，这份视频就永远不会曝光。我想接下来李小燕也会展露她的诚意。仅仅3天，一则重磅消息就冲上我市头条：黎氏千金李小燕的丈夫崔书杰被扒出挪用公司财物，涉及金额巨大，被捕入狱。在审查过程当中，同时查到崔书杰很多违法乱纪行为，说白了就是让崔书杰把集团的所有坏账、不法行为全都背在身上。豪门选赘婿，大有讲究。崔书杰确实够优秀，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世上有牵绊，有在乎的人。他把所有事情扛下来，他在乎的人就能够很好的生活。在这个消息出来后，何颖傻了。何颖手里没视频，但他自信，只要他去找崔书杰闹，崔书杰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肯定不敢声张，到时候他就能要到钱。结果崔书杰被抓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没了。在崔书杰被抓的7天后，何颖再次找到我。法院那边已经给我打电话，今天已经把传票送到何颖手里。何颖穿了一身小白裙，扎着马尾，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他穿的衣服，当时让我心动，现在让我恶心。明亮，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听信了崔书杰的花言巧语。这段时间我整晚的睡不着觉，咱们再试试好吗？我不想和你离婚，真的不想。你不是不想离婚，我看着他，是你所有的饭票都成为梦幻泡影，想重启我这张饭票。何颖，在婚姻中爱你的那个人愿意当傻子，前提是爱你，我不爱你了。何颖表情微僵，又一次落泪，这次哭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真。她低着头，那咱们协议离婚，多少把财产分给我一点，我也要生活。我是你爹吗？你要生活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要说咱们2个离婚，就算是婚姻存续期间，也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提供生活保障，应该是2个能独立生活的人走到一起，用各自的能力取长补短，让生活更上一层楼。我先前说你不能分担经济压力，不能提供情绪价值，都是高抬你。你在我的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拖后腿。你这种人口口声声说着男女平等，可在实际生活中一边享受着权益，一边推卸责任。就算没有崔书杰，咱们的日子也走不远。何颖红着眼质问，难道你就一点错没有吗？要不是这些年你养着我，我会一事无成吗？我这几年青春都在你身边，你必须给我一定补偿。我被气笑了。
男女平等是方方面面的平等。你的青春不比我的青春金贵。何影，是你在我身为丈夫期间在外面胡来。我真希望以后立法能够让你们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吸血鬼得到更多惩罚。见他还想开口，我急忙制止，免开尊口，法庭上见。开庭那天，何影没有到场。我这边提供的证据充足，听说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何影精神崩溃，自此之后住进了精神病院，而我的新生活已经在路上。时隔1个月，爸妈就开始催婚，因为负责和星宇传媒集团的对接项目，我的收入水涨船高，身边有了更多优秀女性。我暂时没这个心思，但我相信有一天肯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缘。在某个午后，我听同事讲另外一家公司高管跳楼，原因是婚姻的不幸，在长期压抑的家庭生活中选择结束。我有些庆幸从丧偶式婚姻中抽离，我现在真真正正理解到双向奔赴的重要性。家庭不能靠一个人去经营，我期待着某天那个他走进我的生活，和我一起去经营属于我们的小家。